怎么？你还想怀上我的孩子？战北，你不配。我不配。那姐姐呢？你闭嘴！你没资格叫她姐姐。是你自己吃，还是我喂你？记住，你是来还债的。夫人，有客人。好，我这就下来。顾彤，好久不见啊！姐姐，你怎么来了是吗？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就是为战北来的，我要回到他身边。可是我战北已经结婚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顾彤，能和陆战北在一起的只有我。我真的很爱陆战北，我不能把他让给你。这个贱人，我劝你识相点，我已经怀了陆战北的孩子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胡说，她是你的妹夫，他本应该是我的丈夫，你自己怎么嫁给他，你自己心里没数是吗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顾氏集团大小姐顾曼与陆家少爷陆战北喜结连理。婚礼前夜，大小姐顾曼遭到妹妹顾彤算计，被人玷污。第二天嫁给陆家的竟是顾氏二小姐，大小姐自此销声匿迹。你必须跟陆战北离婚。我是不会签，签了他，你还能拿到一份钱，否则可什么都没有了。除非陆战北亲口跟我说要跟我离婚，不然我是不会同意。妹妹，我孩子可是无辜的，你为什么要伤害他？我没有，战北，你相信我。顾曼要是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快去叫医生。是。顾曼小姐流产大出血，需要大量输血，可她的血型求顾彤的。顾彤，怎么是你？别说了，快出！不能再拖了，人就要晕过去了。不能停下，陆先生说了，一切以顾曼小姐为重。顾彤晕过去了。顾彤，顾彤，呀，顾彤，我的好妹妹，怎么你先来看我了？怎么？没事是吗？你还真是个蠢货，我根本就没有大出血，我只不过是夸张了那么一点点，就能让陆战北抽光你的血。你说，他是不是很爱我？所以根本没有怀孕。怀孕是真的，但是谁的就不一定了。不过刚好，我也想解决掉这个孽种，这样战北就会更联系我了。顾彤，我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呢。你看看你，小脸白的，真可怜呀。所以在别墅，你也是故意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推你。对呀，你没有推我，否则谁会相信呢？啊？你真是个毒妇！顾总，你做了什么？战北，其实不怪妹妹的，她只不过是拿花瓶砸了我一下。我知道妹妹恨我是应该的，我确实不应该救我。没有，我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没有，这房间就你们两个人。流了产是他自己砸的自己吗？为什么你总是不相信我呢？相信你，这个不容易。别这么想。陆战北，为什么你从来都不相信我？我把你还给我。再见了，陆战北，我再也骗不下去自己。你的心里根本一丁点儿都没有我。顾曼，我顾彤发誓，你欠我，我一定会让你还回来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对不起，这3年没能来看您。但是您放心，这次我回来，我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、受人摆布的顾童了。我一定要夺回您和老爷的顾氏集团，顾曼和沈林都罪有应得。姑姑，您放心，虽然我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和您没有见过几面，但我一定会帮助彤彤姐夺回顾氏集团，那可是老爷和您一辈子的心血，我一定会给你讨回公道。不止，是他吗？查一下今天大门的监控。是，部长。你回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次我一定不会放你走。来了，快进。你的地方还不是你当初从你家跑掉，没想到他们一气之下让我开刀，把医院开除了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来了，对不起，既然这么抱歉，就把这个小帅哥给我好了。哦，对，这个是不用解释了，我知道，小男朋友嘛。不是？或许他是都这么多年了，陆战北算什么？还是小奶狗好。你们先聊，我去买东西吧。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。这是我家，可是知道这么多年他也总该放下了，而且这次我是为了顾氏回来的。好，顾总，我真没想到顾曼母女这么不要脸。当初沈凌背着你妈做了多年的小三儿，蔡伟生下顾曼就算了，没想到他现在要在你爸去世之后侵入你家的资产。那可是你姥爷白手起家创下的基业，是你妈一辈子的心血，是留给你的。我知道你不是，我回来的消息，希望不能告诉任何人。陆总，你监控拍下来。陆少，您觉得这是条活人吗？只能说最后去了哪？我星光高速去了，但这条高速刚刚建好，监控很少，几乎没有拍到什么有用的镜头。查，不管用什么办法。是。哎，顾雪，真是你啊！你也回国了？哎呀，陆占东，还真没想到能这么巧啊！哎，你住这附近啊？你怎么也不邀请我上去做客呀？这是一个朋友家。朋友，该不会是女朋友吧？哎，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改天去我家试试那个新买的游戏机啊。我家就在陆家大院。哎，陆家大院，难道陆占北是你哥？不是吧，大哥，这你都不知道？咱俩同学了4年，你是真一点都不关心我啊！我先走了。陆占北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真的要谢谢薛兰兰了，当年她为了我丢了工作，现在竟然还愿意帮我。多亏了她，咱们才能找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住。小雪，你从小在国外，你不知道，陆家的人都是恶魔。姐，你放心，有了我，陆占北那个恶魔绝不会再伤害你。姐，你这次回来，不会还对他念念不忘吧？不可能，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顾童了。这一次，我只想夺回顾氏集团。2位长老商谈的怎么样了？天威已经去世多年了，作为他的妻子，我也是有义务帮他处理公司事宜的。各位说对吗？富昌还没回来，要不我觉得妈说的对呀。你们说现在顾氏集团出现了危机，总得有个人出来主持局面。难不成2位觉得董事长的妻子没有资格？资格？你们有什么？顾童，好久不见，你们2个是谁来着？啊，我爸的情人和一个私生女。你给我闭嘴！顾童，你说话可太没教养了。对，我忘记了，
你妈死得早，没人教你说话用力，忘了？小三儿就是小三儿，我称呼你为我爸的情人已经够了。各位，还记得我吗？就是他狠了，他不是消失了吗？我就不跟大家一一叙旧了。今天我来是为了拉回董事。董事长这个位置，可不是谁都能分配。彤彤，我虽然是你的继母，但你不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侮辱我。我在顾氏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，我也有苦劳的。那有些话我就直说了。我外公白手起家，一手创立顾氏，他把毕生的心血都传给了我的母亲。我母亲死后交到了我父亲手里，现在我父亲去世了，理应交给我来管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母亲在病床上一口一字说的话。当时诸位可都在现场。是吗？来，大伙说说，有谁可以为他作证吗？你也都看到了，这里没有人为你作证。很好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记录故事。毕竟你身上流的是顾家的血气，而不像你，董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就凭你还想当上董事长，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本事。既然你想做回董事长职位，起码拿出些成绩给大家看看吧。我们来做个约定，你做销售 A 组组长，以1周时间为限。若你销售不出20套房子，就永远不要出现在故事。一言为定。好啊，古潼，你居然敢挑衅我，我就让你好好看看你的下场。1周20套，你还真是异想天开。你是说咱们 A 组就分了你们2个？是啊，组长，其他组都是10个人起步的。没事儿，你们2个先去把这些房子的资料给我准备一下。我们这周的任务是20套。好的。你说他怎么想的？1周20套，他以为卖衣服呢。不懂就不要来，好不好？谁知道呢？我看呀，他肯定就是那有钱人家的小三，不然咱们一见就当组长。把你刚说的话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不要以为你是组长就厉害了，像你这种女人能进来，无非就是给有钱人家当小三儿，吹吹枕边风。你这个女人居然敢泼我！在我手底下干事儿就得懂规矩。既然是你不尊重我，我也不用尊重你。这是第1次，下次就不是顾氏这么做。哎，好，顾曼小姐，你放心。进。经理，我有事找你。我认为咱们公司目前的销售模式存在一定问题，这是我做的一份新的策划案，里面更改了一些销售问题，请您过目。问题？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的问题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工作了20年，在销售这方面，还轮不到你指责我。我是曼顿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，您觉得我是外行？曼顿大学？啊，行，就算你是，那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吧。销售这行不是那么简单，你也做不了。我看啊，你还是要不该回家了。我就知道您不会相信我。这是我们这3天的报表。8套，你3天竟然卖了8套高端别墅，一定是假的。白纸黑字就在上面写着，可由不得你电脑黑文。哦，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顾潼吧？啊，你的故事我听过啊，没想到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，3天竟然能卖出8套别墅。我的故事你还是少打听，我们就单纯的聊一聊公司现在目前的销售情况。以现在公司的销售数据，加上全新的销售方案，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，一定很快就能成为行业的头部。就是不知道你许经理有没有这么做？有，顾大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你当然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，这样，正好啊，我把
晚上就收回。本来是想派其他人去的，既然你这么有能力，就交给你。好，希望你最好不要骗我。哦，对了，等我一下。顾小姐，来，祝我们旗开得胜。庆功酒就不必了，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。商务歌曲。老贱人，就先要。你牛什么呀？啊？顾小姐已经交代过了，这次我就让你……没事，谁？找死！你谁啊？啊！我可是这公司领导，你不怕得罪我吗？你得罪你，你倒试试看！你敢打我？你是陆占北？请你原谅我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请你原谅我。顾彤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顾彤，你给我安分点儿！顾彤，这在哪儿？这里是我陆家别墅，昨晚我带你回来的。我衣服呢？穿上再出去吧。你先出去啊你！就你这身子，我哪儿没看过？谁稀罕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。你这是不打算出来了？你再不出来，我可就要进去帮你穿了。我找了你3年，一切都太晚。路上，顾曼小姐说她快到了。少夫人，您可以走了。以后不要叫我少夫人，叫我顾彤。还有，麻烦你帮我送件衣服。少夫人，自从你离开之后，少爷不停地在找您。这些年，总觉得少爷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那也跟我没关系。战北，我妈说明天想请你吃饭，你有空吗？明天我有事儿。那明天不行，后天也可以。后天我要出差。是这样的，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有个新项目要投资吗？你能不能帮帮我啊？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最近啊总想起来咱们小时候，你当时啊可说要守护我一辈子呢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对了，顾彤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顾彤回来了，在公司上班呢，有空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
虽然她曾经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，但她毕竟是我的妹妹嘛，你该不会不原谅她吧？等我有空吧。那行，那我们就一起吃饭，顺便宣布我们的婚宴。善美，今晚我能在你家过夜吗？我还没在你家过过夜呢。我不喜欢别人在我这里。陆战北，你迟早是我的。顾彤，你是真行啊！你知不知道差点让我身败名裂啊！我问你，你还想不想干了啊？许经理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的老婆、你的孩子被人下药了，你会不会装哑巴？你别跟我这儿装纯情，在我这儿，你和外边那些出卖身体的女人没有任何区别。我只是卖房子，我不出卖灵魂。哎呀，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你知道了吗？啊，嘴上说的不要脸，但是心里啊，比谁要的都多。说吧，你要多少钱才能闭嘴？许经理，既然你不知道她是谁，那我来告诉你好了，她就是顾氏的2小姐，顾彤。我懂了，怪不得顾小姐说。你说什么？哪个顾小姐？说什么？哪个顾小姐？许经理，很抱歉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介绍，我就是顾家的2小姐顾彤。你刚刚对我说的话，能再跟我说一遍吗？另外，你昨天对我做的所作所为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双倍的代价，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顾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真是狗眼看人低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刚说顾小姐，我上次记着你隐约也提过这个顾小姐，她到底是谁？没有谁，没有谁，我说的顾小姐就是你啊，顾家2小姐。你放心，我能凭自己的本事让这20套房子如期交付，就能凭自己的本事让你这种人渣滚出公司。顾小姐，我真的错了，顾小姐，你帮我。像你这种狗我见多了，跟你这样的人多说一句话，我都见不到。顾彤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走。我的决定就是你的决定，有意思。陆战北，你变了。哎，你上啊，我没洗了。哎呀，哎哥，你回来了。明天以你的名义去顾氏集团售楼部的顾彤小姐看房子。就这么办。哎，好的哥。她是……哦，对了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在留学时认识的朋友顾许。顾许，顾许，你也姓顾？怎么最近出现这么多姓顾的人？你跟顾家有什么关系？陆少，你看我像什么关系，我就是什么关系喽。我叫顾许，大家都叫我顾大渣男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战北，你也太讨厌了！我打你那么多遍电话你都不接，餐厅都订好了你也不来。哎，战东，你也在这儿啊？这是你朋友吧？还挺帅的嘛。哎，我叫顾曼，我就不跟你自我介绍了，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？顾曼，好像有点印象。我想想啊，先喝点水吧。哎呦，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干什么啊？哎呀，我这个手啊，就是这么不听话。顾曼小姐，大不了我陪您一吻。你说什么呢？我陪您一见。这轮我新买的衣服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顾曼，别闹了，山东朋友也不是故意的。明天我让人送一件新的到你这儿去。战北，我刚刚就是太着急了，我今天穿了你最喜欢颜色的衣服。战北，一会儿我们去吃饭好不好？今天不行，我妈一会儿下飞机，我们要在家一起吃饭。伯母也要来啊？那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呀？战东，这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吧。你们一家人在这儿吃饭，我们这些外人在这儿不太合适。顾曼小姐，一起走吧，我送你。谁要跟你一起啊？你和他一起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。那好吧，战北，那你多注意休息啊，我先走了。妈，这次您回来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爱的人是谁。
站着呗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有问题吗？我是来买房子的，带我看一下。好玩，是你能耍什么花招？什么？没有着。我们这个别墅啊，坐北朝南，采光好，楼与楼之间的距离非常远，环境优美，十分安静，非常适合您和您的那位顾太太构建爱的小屋。真的不会吵。我太近了，上面一看，这个是第一集。我已经不是3年前的我。这3年唯一没变的就是话题。给我回来！回来！是，顾小姐，我知道谁是我的主人。哎，您放心，这一次啊，我一定让他颜面扫地。相信我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我让他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。我一定让他身败名裂。啊，您放心。哎呀，我徐志超办事，啥时候信不过呀？哎，好。徐志超，都这么晚了，这几个还没有审批完。呀，顾大小姐，您进来的时候怎么不敲门呢？好，我刚好有事要找你。你说你啊，咋这么厉害呢？啊，不仅让陆先生把那套3000万的别墅卖了，还能让他落户到你的名下，真是高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怎么不知道？顾小姐，你说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糊涂啊？还和我在这装亲口？我看你是只报大款吧，其他人根本入不了你的法眼，是吧？不过，就算你是顾家2小姐又怎么样？现在顾家那是顾曼小姐说了算了。小骚货啊，我看你今晚就好好服侍我吧。闭嘴！你在找死是不是？再乱说话，你等着！你他妈给我装什么情啊？郭头，我告诉你，老子今天要定你了！你怎么伺候陆少爷的，今天就怎么伺候我！郭头，你干嘛？啊？你说我要干嘛？你给我起开啊！快！微笑是吧？啊？我劝你起开，刀剑无眼，我要是伤到下半身可就不好了。你给我起开，起开！杀气，冷静。来呀，弄啊！啊！这下就算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。这次天王老子来了，救不了你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找死！我的女人你都敢碰？对不起，我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再不碰你了。对不起。碰了顾头，得死！我小姐，去！好，那走吧。就这么算了？谁是你的女人？我才不是你的女人！我怎么做你管得着吗？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买了套房子，我来拿我该拿的，不应该吗？哦，刚才谢谢。没了。没了。我去这边。儿子，什么？他回来了？你好好去做货。好，晚上回去跟你细说完。再见。你和谁打电话？这是我的私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一个男人。别逼我生气。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
你不要干预我的私事。那个人是谁？你这个样子，顾曼看到一定会很伤心的吧？啊！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姐，咱们这样做行吗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我老感觉陆家兄弟不是坏人，我们是不是做错了呀？只能这样了，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好吧，姐，我相信你。富豪俱乐部只能会员才能带进去，要想见到叔叔，只能这样了。而且我有我的计划，你配合我。林宇，喝两杯。老总，您贵姓？要不今晚我陪你？叫我刘总就好了。那今晚我们就一醉方休，快活一点。服务员，点单。刘总，您喝多了，我去找服务生给您倒杯水。跟我玩你什么？管你什么？今天我得你。3年，我还以为没事儿，你平安就好，要不然啊，真是愧对你。让您担心了。你还是给我走！叔叔，就是这个人，他流氓至极，把我骗过来，对我动手动脚，还说要传遍他们公司。你说哪个公司？老子是顾氏旗下碧源房地产。好，碧源的总经理，真是好。顾氏能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无耻胡作非为。今天我就要整顿你。整顿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他是顾氏集团的副总，顾城先生。陆先生，他是傅成先生。看你真是色胆包天，胆大妄为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她是顾家小姐顾彤。不是他不就是个小姐吗？是他勾引我的。真是色胆包天，胆大妄为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顾家小姐顾。他就是个小姐，我们刚认识，他是勾引我的呀。傅先生，你扶持他没用啊。他就是个花言巧语的女人，我知道他。前几年陷害了大小姐，现在还想陷害我。他就是个富有学间的贱货。给我滚出去！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来上班了。胡闹！从明天开始，重回顾家，做你的总经理。什么叔叔？您说能让我当总经理？属下界已经有这个能力。傅成叔叔，我当总经理这合适吗？难道你不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吗？想。这3年来我一直在想，傅成叔叔，我一定要当好这个总经理，让您看到我的成长。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顾彤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亲手拿回顾氏集团。好。时间不早，我送你回家。不麻烦傅成先生了，我送他回去就好了。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哦，暂时还没有。张飞，你放开我！你已经离婚了，你不要给傅成叔叔造成扰动。我这就是为消除疑惑。傅成先生一直都知道我们是和妻。什么妻子不妻子的？我这次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到时候再说我妻子。你想重夺顾家，没有我行吗？不要你管。
有些人不能见。真是。那我先走了。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行，您继续啊。再见。陆战北，不会走。想走可没那么容易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送你回家，走。你就住这儿？不关你事。你不请我上去坐坐吗？你今天的表演太精彩了，顾彤，你也表演。陆战北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。在我这儿，说了不算。哎，你干嘛？去你家？我没同意你去我家。我要是非去不可，绝对不可能。你流氓！总有一天你会让我上去。哎，你绝对杀不了我。哎呀，咱俩合作一下，合作一下。顾雪，你和女人同居啊？还是这么漂亮？对啊，我女朋友，漂亮吧？别胡说！你好，我是他姐，你们慢慢玩哈。她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那个朋友，她也回国了，她叫陆战东。陆战东，他不就是陆战北的弟弟吗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不是要跟陆家的人有来往？我以前也不知道他是那个混蛋的弟弟嘛。真的你没办法。来来，继续。我上线。那个顾雪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说。可以追你姐吗？哎呀，滚！哎，到底可不可以啊？哎，我保证对你姐100%顺。哎，你把我杀了！你，这就是乱说话的代价。我没有乱说话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发誓，我对你姐绝对不会3心2意。顾雪，我陆战东说话一向算数。想都别想。哎，我发誓，绝不会让顾彤姐再被陆家伤害。妈，真是气死我了！顾彤那个死丫头，现在都当上总经理了，照这么下去，那顾氏集团迟早被她抢了去啊！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总经理，咱们可是董事会成员，他想和咱们斗，哼，还早得很呢。我也知道妈，但我就是不想让她高兴，她开心了，我就不开心。妈知道，那就给他点颜色瞧瞧，3天内我整死他。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对付她的好方法？你记不记得去年建成的乐园楼盘？当然记得，真的不是有问题吗？咱们当时也是花了好大的价钱才把消息压下去的，而且现在也没对外公布呢。现在是时候请入红炉，再来个瓮中捉鳖。喂，顾彤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什么？你说乐园楼盘？那个楼盘好得很啊，我们顾家也打算把它当重点项目来培养的。什么？你想要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试试。别客气，谁叫你是我的好妹妹呢？妈，鱼儿上钩了，你就给我等着吧，顾彤，看我不整死你！喂，
房子塌了，还有5个人被困在电梯里了。你等着啊，我马上过来。顾总，为什么新楼盘开售期间发生这样的问题？你们之前知道楼盘有问题吗？顾总，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对不起，我也是刚刚得知这个消息，但是在这里，我向大家保证，所有的伤者我一定会送去最好的医院，用最好的设备去治疗。乐园这个项目我也会暂停关闭，如果牵扯到退费，我们一定会补偿处理。是我对不起大家，是我代言的房地产出现了问题，我非常对不起这些受害者们。我现在已经退掉了代言了，我做这些都只是为了帮我妹妹。还有妹妹，这些事情你不早就知道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说清楚呢？顾妈，你简直像玉米汤，竟然在人面上吐马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来嘲笑我还是来报复我？我让你的顾曼大小姐委屈了？你话太多了。那你来干嘛？送你回家。就送到这儿吧。听说你这次要还10亿，你拿得出来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可以帮你。我不用你说，谢谢你。不好。你疯了吧你？考虑一下。不需要。哎，你等等我，我去你家。陆占北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我送你回家，还不能进去坐坐。不可能，你再这样我叫人了。顾彤，谁敢纠缠你？我不管你是谁，给我离顾彤远一点。小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谁？我们夫妻间的事情用不着你干涉。陆占北，你认识我？我们前几天才见过，你不过是我女朋友的混蛋前夫罢了。你是小东的朋友，不是？你和他……你不是和那个叫顾曼的狐狸精在一起了吗？好一对狗男女！不要再闹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妻子，我和你们陆家人不可能有任何的瓜葛。陆占北，请你离开。哎呦，你在啊，彤彤！彤彤，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要振作起来。这很明显是顾曼是在坑你的呀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问题是我该怎么样去还这10个亿的房款啊？我倒是知道一个赚钱的地方，就是不知道愿不愿意去。我愿意，快说说。陆不见，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管是债务还是安全，我发誓。黑拳比赛，朝阳风射，上了。你说的这赚钱的场所，就是富豪俱乐部呀。我说的可不是帝豪俱乐部的外围场所，这个呢是专供高层娱乐的地方，这里面全是大牌，一晚上光出场费就500万。你还想不想还那10个亿？你是来陪客人的大小姐啊？算了算了，真服了你，幸好你带我进来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你还想不想还那10个亿？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的职责就是陪人聊天了，让人开心的啊！知道了，走吧。是你们认识啊？那岂止认识？顾小姐当时可是让我印象深刻。顾小姐刚来是要走，
我可是听说你现在负债累累，我这可是有事情，就看你有。刘总，我只想涂个口红，再来好好服务你。刘总好酒量，今宵一杯酒，财神天天有。刘总真豪爽，啤酒一口闷，老板是男神。顾小姐，喝一杯吧。是这样的，他新来的，不太会喝酒，我替你喝。我让他喝。他真不会喝，我替他喝。滚！什么脸？喝一杯，喝一口。10万。喝一瓶，100万。刘总，他真的不会喝酒，我替他喝啊！就你死3包话多是吧？老子今天非得让他喝。我替他喝，他真的不会喝。你他妈的！我喝。这就对了嘛。顾总好酒量啊！来，接着喝。顾总，他真的不能再喝了。顾总酒量好着呢，接着喝。来。顾总，你真的不能再喝了，再喝下去你受不了的。我能喝，能喝。真不能喝了，咱回家啊！你个臭娘们，懂不懂回事？给我拿耗子刀把这事关了！我要跟他一起走。喝！你他妈给我！顾小姐，顾小姐，他妈找死啊！一定是在做梦。陆战北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个王八蛋。你王八蛋，我恨你，我恨你一辈子。这哪天？顾梦还没醒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。难道昨天晚上那不是梦？那我有没有胡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去帝王俱乐部？我才不要你管！哦，原来是你毁了我的生意。那老流氓让我喝了那么多酒，还没给我结钱呢。你缺钱我可以给你。我的事儿不要你管。你把衣服给我，我换好衣服我就走。你愿意出卖自己，愿意做我的女人是吗？对，陆战北，我恨你，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。陆战北，你就是个混蛋！对，我就是混蛋，就是要你恨我，就是要你恨我恨到骨子里，我就是要你恨我一辈子。顾彤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能不来啊？我还指着你这个工作赚国内10亿呢。我是说你怎么还敢来呢？第一天那么鸡飞狗跳的，你还想不想干？可别说了，今天顾总是预感不好。你怎
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刘总，今天来宾好呀。刘总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哇，怎么回事？呀，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？哎，我记得你不是在顾氏集团售楼部当总经理的吗？怎么白天在公司当总经理，晚上在这当陪酒女啊？什么陪酒女不陪酒女的？这一点我还得跟我的姐姐好好学习。这么，刘总，我这个妹妹呀，平时就是这么缺管教，自己放荡惯了，跑到这儿来，真是丢我们顾家的脸呢。既然姐姐这么看不惯我，大可以换一个人，不用在这里鸡蛋里挑骨头。换人？你还有脾气了？既然在这当陪酒女，那作为姐姐，肯定得给你好好赏赏脸呀。刘总，昨天的500万你还没有支付。同样的规矩，一瓶酒100万，2瓶一起算。今天你们2个人，一瓶200万。哟，咋还坐地起价呢？就200万，就凭你也配跟我抢家产？顾彤，看我不玩死！好，哎，多喝点，这一杯酒可是200万啊！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，妹妹。来，咱俩也喝。哎呀，来，倒上。别闲着呀，快！哎，对了，这都已经喝了这么多，再喝下去可能出事儿。怕什么？放心，出了事儿我兜着。明天的新闻头条我都想好了，顾家2小姐放荡形骸，在不良场所勾搭有妇之夫。你们2姐妹的事我就不掺和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慢慢聊，先走了。刘总，窝囊废！哎呀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快别喝了，再喝就要喝醉了。不就是10个亿吗？咱们慢慢还呗。我还能喝。其实啊，你要想拿到钱很容易啊。你现在只要脱了衣服向我跪下，说自己是个贱女人，我只要拿到视频，咱们俩的账就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你做梦！真是给脸不要脸，装什么正经啊？顾彤，你跟你妈一样，都是装正经的贱女人。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说什么？撕烂我的嘴？我真是给你脸了！你这是什么？放开他！哪里来的臭屌丝？我的事你也敢管？找死！哈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这个不3不4女人的姘头吧？你敢打我！她是我女朋友。顾彤，你还真是好样的！你给我等着！我来上班，有人欺负我。慢点吧。你怎么来了？顾总没事吧？怎么喝成这样啊？问问你的好嫂子吧。我嫂子？喂，黑拳比赛，现在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帮我照顾好我姐，如果她再有危险，我为你试问。
哎，叔子，你去哪儿？陆战北，我这么丑的样子，你没有被你看到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女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不爱你？我告诉你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我叫陆战东，是你弟。其实我第一看到你是我就喜欢上你。哎，新闻我都看了。不好，我真心喜欢你。你做我女朋友吧，我帮你还钱，给你最好的环境，我保证以后都让你过得幸福，好不好？给我放手！战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保护我喜欢的人。战北，你别怪战东跟彤彤，他们都还是孩子，他们肯定是被大本营的杂种给骗了。哎，不许你这么说，不许啊！不许都跟我说了，今天的事都是因为你。我可是你嫂子哎，战东。行了，顾曼，请你照顾顾彤。战东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哥，今天的事真不会不错，你以后别再找他。哎，肯定不找他，他让我嫂子，我怎么能找他事？我说的不是顾曼，不能行，我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不能跟他动心。为什么？他是我的。啊？我说，她是我的女人。顾彤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跟我争了。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从小你就霸占走了我的一切，现在还要抢我的东西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陆善边，你还真是个渣男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，你这种人不配做客。战斗，其实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。好啊，说，我倒是看看你能想出什么。其实我们战北，战北，没事的，顾曼，我在这儿，没有人能伤害你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，战北？你的腿被水果刀扎了，还好送医院送的及时，现在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顾曼，你还记得帝豪俱乐部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帝豪俱乐部，帝豪俱乐部，我记得我正在给彤彤擦脸呢，然后他醒过来了，他说他特别恨我抢走了你，然后他就拿水果刀向我刺过来了。战北，我好害怕啊！不过彤彤应该也不是故意的，他肯定是喝多酒了，我应该不会怪他吧？真的是我伤害了顾曼。顾曼怎么样？果然是跟以前一样。因为你这样侮辱顾彤。凭什么？哎，哥，我是顾彤的弟弟。弟弟，原来你是顾彤的弟弟，和你没关系。这么说来，你也是顾曼的弟弟。其实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，那个时候我才上小学。陆氏集团不像现在这么庞大，甚至都快破产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小时候家门口天天都有很多人来讨债，在学校里面同学也欺负我，可能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吧。学校里的这些人
都不待见我，交朋友也是一种门槛。可是，就有那么一个小女孩，还愿意跟我一起玩，甚至我受欺负的时候，她都会挺身而出。难过的时候，她会把她最喜欢吃的芒果糖给我。她说，难过的时候吃点甜的，心里也就甜了。你是想说，那个小女孩就是顾曼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她是谁，我只知道她是顾家的千金，我是她的小北哥哥。我发誓，我一定要照顾她一辈子。可是后来，她突然要转学了。她奶奶去世之前，给了我一个玉佩，上面有我们家的家徽。她走之前，我把那个玉佩送给了她。我跟她说，她以后可以拿这个来找我。现在想想，这不过是小孩子的玩笑罢了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，直到那年。您好，我是顾氏集团的代表顾曼。是你？后来经过调查，我才知道她是顾氏集团的大小姐。这个时候，以前的那些画面就会浮现在我眼前。那个时候我就决定，我要和顾氏联姻，我要履行小时候的约定。后来又发现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可是今天在帝皇俱乐部欺负顾曼的人是你吧？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侮辱她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为什么要欺负顾彤？对顾曼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爱，只是每次想到小时候，我就觉得必须要履行。不过她真的变了，跟我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我经常会怀疑，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她。至于顾彤，我每次见到她，都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我会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。顾彤的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收留了我，所以我和顾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什么？所以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有资格喜欢顾彤，就像你不允许有人侮辱顾曼一样，我也不允许有人侮辱顾彤。说顾曼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啊。真的是我捅了顾曼吗？我喝多了，什么都记不住了。我真的是杀人凶手吗？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顾曼现在已经没事了啊，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种事的啊。我记得借着酒劲，还给了他一巴掌。我那个时候真的借着酒劲捅了他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别自责，没事，都过去了。不行，我是杀人凶手，我必须要去给他道歉，不然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妈，我真没事儿。顾彤这个小贱人简直太无法无天了，你看看他把你腿都伤成什么样了，真是他也配伤我。妈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这一刀是我自己打，我就是要用这一刀换他下辈子儿子结。喂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给我把帝豪俱乐部所有的监控给我调出来。闺女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，这一刀真值。现在顾彤的名声肯定已经臭完了。这还不够，今早顾氏集团股价大跌，这董事会的人肯定会让顾彤投案自首，到时候看他还怎么跟我斗。闺女，你和陆占北的婚姻可不能再拖了，现在半路杀出个陆彤，只怕……放心吧，妈，一切都在查。回来了，来坐，妈，不让占北坐。真没想到你是如此狠毒的女人。占北，你说什么呢？阿姨，我想和顾曼单独聊一会儿。好，你们聊，那我先出去，慢慢聊啊。占北，这些视频肯定都是 P 的，都是后期合成的，你知道的。帝豪俱乐部所有的录像，它都是隐秘的，你看到都是假的。你还在狡辩？
这个录像是我配进帝豪俱乐部内部系统获得。顾曼，你骗啊！你骗得会撒谎，骗得我一点都不认识你。我会把这个录像交给媒体。顾曼，我们分。对，是我做的，是我骗的。但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我都是为了你啊！我也痛恨我自己，是，我是变了，我变得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，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恶心。我本来以为我们会结婚，会生孩子，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。自从那个顾彤回来了以后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他。他从小就仗着他的身份欺负我，就欺负我这个私生女。他现在还要连和我心爱的男人一起对付我。善北，你难道忘记我们曾经一起的誓言了吗？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要伤害过任何人，我只是希望小时候那个说用余生守护我辈子的那个男孩回来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个视频我不会再让第二个人看到。至于顾彤，我会让他来给你道歉。你也发个声明，告诉大家他的伤势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也不会再去质疑他的责任。至于承诺的事情，我陆战北一向说到做到。顾彤，你是我一辈子的敌人。凭什么你小的时候想要什么都可以，我要什么就得央求？现在连我心爱的男人你都要夺走，我是不会原谅的。我一定要和陆战北结婚，我要拿回这一切。喂，是我。你不是已经对我彻底失望了吗？你现在又打电话来干嘛？在医院没骂够，来打电话骂我是吧？你去医院看一下顾曼，跟他道个歉。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，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，反正我说了，我真的没有疼他，我没有伤害过他。我相信你。我就知道你不相信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相信你。你看，我就说你不。我说我相信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相信你。顾彤，顾彤。我在。我已经跟顾曼说好了，只要你过去跟他道歉，这件事儿就算解决。可是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故事。现在只有沈凌和顾曼去发表声明，才能解决你面前的舆论问题。好吧，为了故事，我愿意去。小雪，你来的正好，跟你下去，拿出咱们公司所有的卖出来的资金，世界市场上咱们公司所拥有的所有股票。咱们公司的股票不都已经跌停了吗？没事，照着去。哦，对了，姐，你让我准备全球最大经济报纸的专访已经准备好了，预估什么时候过去？把专访取消了吧？可不是你让我准备的吗？你跟我去趟顾曼准备医院，叫什么站？曼曼，真的要按陆战北说的发表声明，就这么放过顾彤那个死丫头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在娱乐圈打拼这么多年，很多传媒公司都有我的人，即使是有声明，我也一定让顾彤在顾氏待不下去。我就说今天怎么这么晦气，原来是病房里来了个婚事。顾曼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哎妈，你说在这医院里，怎么还能听到狗叫啊？姐，我今天是真心来跟你道歉的，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了顾氏集团上下这么多的员工和客户，他们也都只是老百姓，因为咱们俩已经闹得家破人亡了。那些人的死活与我何干？我就是要让你永久的退出顾氏集团的争夺。我就是故意要让顾氏集团股票暴跌，我就是逼你离开顾氏集团。只要你能滚蛋，就算让更多的人倾家荡产，我也无所谓。顾曼，
支持咱们公司的那些客户可都是普通老百姓。之前因为烂尾楼的事情，我已经够对不起大家了。这次我一定要为顾氏集团做点什么。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放过顾氏？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你放过这些客户？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愿意为那些陌生人拼命，那你给我跪下。曼曼，我们被这个贱人给耍了，他找人进行了全程直播。古潼，哎，大明星，在镜头面前可要注意风度哦。哎呦，姐，你也太牛逼了！这场翻身仗打得真漂亮。好了好了，你该做什么做什么。哎呀，姐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你现在呀可是微博热点的第1名。哎，你知道这些人怎么说你吗？你看啊，你有没有为你的顾客拼过命？杰出企业家模板，感动世界10大老板之顾潼。哎，姐，咱们集团原来拉停那些股票，已经拉了5个涨停板了，整整赚了7个亿呢。姐，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服你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再拍马屁了，这次只能算是侥幸逃脱，以后还是要避免这种事儿。哎，哦，对了，姐，我听说董事会的长老们找你。我们这次多亏了你，才让顾氏集团度过了这一次公关危机。这次事情的源头本来就是你，而且啊，身为集团的一份子，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和董事会的几个成员商量过，你本来就是老顾总的孙女，名正言顺，这个人就是你。不过呢，公司有个规矩，就是董事会的成员不能有负债，以免以后呢拿公司的钱去抵自己。你之前因为绿源的事业欠了50个亿，这笔钱还上。我靠着股票的收益，现在有7亿，还差3亿。这样，你也知道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你把这笔钱还上，董事会的名额里边有，否则呀，我们只能考虑别人。3天，3亿啊！陆占北，你怎么？听说你重新回顾氏集团了，恭喜啊！别提了，我要在3天凑齐3个亿才能重回董事会。3天3个亿，把我卖了也还不起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去帝豪俱乐部碰碰运气啊，说不定那里有一个人傻钱、人美心善的大款，给我3天豪掷3个亿，只为让我跟他喝酒聊天。不准去！不去，不去，你告诉我怎么3天会有3个亿？上车！上车！陆占北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陪我3天，我给你3天。那还是算了，我不想要不起。你不想要故事了，这么轻易就放弃了？如果我现在打电话给帝豪俱乐部，说不准你安排客人，你要怎么办？真是个奸诈的。怎么选？你自己看着办。我怎么知道？这张支票15亿，陆氏商场全部都给你。我要你这3天完全属于。我警告你啊，我是卖艺不卖车，以后不要对我出手管。成交。我想跟你干嘛？你现在是属于我的了。
走，开房。要我来这儿干嘛？最近工作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对你，我可以不累。还抢一个男人。顾彤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买了你3天。如果我不满意，随时可以终止我们的约定。还真是。过来。然后呢？亲我。你说什么？是我说的不够直白吗？战北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！我当然可以不过分，只要你说不要亲我。放手！你弄疼我了！心里还有没有其他男人？发什么神经啊！说，心里有谁？有谁都跟你没有关系。好了，你的。不错，张嘴。你知道什么是接吻？这3天你接过你什么？你必须说出来。行了。没事，想吃什么？我想吃芒果。芒果。只吃芒果可以吗？芒果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你怎么了？我去餐厅看看，你有什么想吃的？我去打包。没有，没事，你去吧。陆战北脖子上玉佩的图案，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？你说什么？顾漫也在这儿？不行，我得走了。不准走！你是不是疯了？被他看到，他又得大闹一场。不嫌麻烦，我还嫌麻烦呢。不行，你这3天都是我的，谁都不能来打扰我们。我才不听你的鬼话呢！我现在就走。我再说一次，不准走！陆战北，你这个疯子！对，我就是疯子。至少在你面前时，我很清楚我自己一点都不想离开你，一点都不想。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那如果我不和顾漫结婚了呢？有什么？我说，如果我决定不和顾漫结婚，你还愿意跟我继续在一起？ Surprise， 战北，我知道是你。陆战北，你个混蛋，你赶紧出去！
占美，人家想死你了，你想我了吗？我就知道，今晚我能不能留下来？好呀，我就给你重新开一间。我才不要呢！我要跟你在一块儿，你让我进去吗？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善美，我有点冷，能借一借你的外套穿吗？穿吧，一起吃饭吧，去西餐厅吃饭。善美，我去一趟洗手间，我头发有点脏了。这姐，小雪，你见到小时候姐戴那个玉佩了吗？我怎么都找不到。玉佩？你找那个干什么？今天我在陆占美家看到了她，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，就想着去找找。哦，找不错。占美，小心着凉啊！占美，你亲我。不瞒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。我们分手。占美，你开玩笑的对不对？顾曼，一直以来，我一直把对你的感情错当成爱情，也一直用我们小时候的约定束缚自己，同时也束缚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把你当成最重要的那一块，小丽。顾曼，我就知道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已经被赶出顾氏了，现在连你也要离开我，所有人都欺负我是吧？顾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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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定要醒过来。虽然你可能已经不记得，但是我一直记得，小时候你总是跟在我后面，像个小跟屁虫一样。等你醒过来，我们马上就结婚。顾曼，你醒了是不是？顾曼，占美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在医院，你出车祸了。占美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这个月我们马上就结婚。你这个贱人，居然还敢过来，真是不要脸！勾引你姐姐的男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现在就走。妈，刚刚占美说要娶我。好啊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占美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等我出院，咱们就去选婚纱。我让黎黎送你回去，我们离婚吧。好啊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不用你们送，我自己可以。顾彤，看见了吧？你是争不过我的。你找我？我要和顾曼结婚了，
顾彤，以后就交给你。不用你交代，祝你们这对狗男女百年好合，我会照顾好顾彤的。小雪，你能不能别老盯着我看？你这样我怎么工作啊？啊？我影响你工作了吗？那我不坐你对面了，我坐你旁边。你别这样，我不生气了。哎呀，你别烦我了，我不生气。哎，又不是亲姐。哎，顾彤姐，你应该早就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了。小雪，你再这么说，我可就生气了。难道你还忘不了那个陆占北吗？他跟那个顾漫连日子都定下了。你是说他们把日子定好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下个月20号啊。我以为我自己彻底放开了，可是为什么真正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怎么还是这么苦涩？哎，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你去哪儿？我跟你一起呗。我去上厕所，你要跟着？哦，果然，他还是更爱他，对吗？爱一个人，究竟是要占有他，还是让他快乐呢？找我来就是为了你姐的事吗？你都知道啊。他们两个总是那样，我有办法。快说！在我哥订婚的家宴上，我把顾彤也带去，就说你们两个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当然还是希望我姐能和……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招叫以退为进，激将法。可是我姐她能同意？放心，我帮你。山东，谢谢你。哎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可是喜欢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。对不起了，姐。无论结果怎样，我都希望你幸福。别忘了吃早餐啊！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也是，坚持第一天可别迟到了。嗯。干。你说送女孩子礼物送什么样的好？你交了这么多女朋友，还纠结这个？哎，但是顾彤好像跟别的女生不太一样，我也琢磨不透她的心思，就好像她是不是心里已经有一个人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占北商量点事儿。占北，你看这有好多婚纱设计图呢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都挺好看的，占北，你帮我选一个嘛。就选第2个吧。我也觉得这个好看。占北，咱们俩连选婚纱的眼光都一样呢。选婚纱可不容易啊！你不仅要选中好的婚纱，还要选中好的人啊！战东，之前在帝豪俱乐部是嫂子做的不对，你要是能原谅我，嫂子什么都答应你。不用管他，他只是最近心情不好。是因为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，感情罢了。感情？战东还会因为感情的事情心情不好啊？战东，说吧，看上谁了？到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，嫂子帮你撮合撮合呀。不用了。战东，你可别骗我啊！顾宇真的带他女朋友在里头吗？哎，当然了，顾许说了，他在里边有些尴尬，所以想让我们去陪陪他。只要他能放下我，为了他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战东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顾彤，这种场合你来不合适吧？哎，你们说什么呢？这个是我女朋友。不是的，你女朋友？
战东，你不知道她就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吗？妹妹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战北刚刚不要你，你这方向转的可够快的，转脸就让战东顶替啊！顾曼，哎，你们怎么说顾彤呢？顾彤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，反正我就认了。今天不是商量我们订婚的事吗？我也就直说了，我跟顾彤也要订婚。你这个熊孩子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能和这个小贱女订婚。凭什么？现在不都是自由恋爱了吗？我跟谁订婚，用不着你这个老头头。他是你嫂子。什么？我和你哥结婚，沈女士，我和你女儿的未婚夫已经离婚了，以后也不会有任何瓜葛，更不可能跟战东在一起。以后我绝对不会干涉你们两人的任何事。还算你有点良心。你快走吧，我们不欢迎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别着急走啊！好菜来喽！小雪，你这没事，你往下看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小小的服务生，竟敢命令我们？陆先生不是拜托我好好照顾顾彤小姐吗？那我们好好聊聊怎么照顾顾彤。我这里有些好菜，陆先生可能爱吃。不是这样的，战北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呀？照片都让人拍了，我说你下次找个没人的地儿啊！竟然为了一个女主就同意伤了情人。哎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这照片肯定是 P 的。顾彤，一定是你，你故意来看我笑话是吧？顾彤，你个小贱女，自己当年出轨跑掉，现在你姐结婚又来搞破坏，我。够了，顾彤，我不管你想干什么，但我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侮辱顾曼。顾彤，你完了！你毁了我女儿的订婚宴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战北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的世界就只有你了。说多了。我没有，我跟刘总之间什么都没有。那些图肯定都是 P 的，现在 P 图技术这么发达，战北，你是相信我的对不对？我好想回到我们小时候啊！你说那个时候无忧无虑的，多好！真希望时光可以倒流，我们就可以永远留在那儿。喝点热水吧，下次不要喝那么多酒。不是这样的，战北，你知不知道我的生活中只有你？我不知道我们不结婚我该怎么办了。我们会结婚的。真的吗，战北？你知不知道，嫁给你就是我从小的梦想。给你。其实我一直都不吃糖，而且我本来就对芒果过敏，我一吃芒果我浑身就会起疹子。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啊？是吗？战北，肯定是你记混了。这个世界上糖有那么多，肯定是你记混了。战北，我们还是20号结婚，对吗？小雪，你今天到底想干嘛？我已经回到董事会了，和顾曼母女的恩怨也已经结束了。姐，真的结束了吗？当初就是顾曼使的毒计才抢走了陆战北，我无数次听到你在梦里还在喊他的名字，还有你看他的眼神，也告诉我你还喜欢我，你骗不了我。
我爱不爱他现在还有什么关系？他已经和顾曼要结婚了，我们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，结束了。没事姐，别哭了，有我在。我相信老天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道，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该是你的，还是你的。既然他们敢给姐发请帖，那你就大大方方的去。让我们再次欢迎这对璧人，两人从多年前携手走到今天，实属不易。谁见了不说这是郎才女貌的一对？这是什么？快都给我删掉，删掉！想必大家都很好奇，照片上这个男人是谁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照片上这个人，正是当时17岁顾曼小姐的男朋友林志。如果大家对这个时间不敏感，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。当时恰逢杜氏与顾氏的联姻，而原本的新娘正是这位怀上了林志孩子的顾曼小姐。后来呢？大家都听说了？住口！今天是我哥大婚的日子，你怎么能干这些啊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林志，你给我滚下去！不认识。而在今天顾曼小姐大喜的日子，我们的林志先生也到达了现场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。不可能，林志他在监狱，怎么可能来？顾曼小姐口口声声说不认识林志，那怎么知道林志在监狱？顾彤，肯定又是你捣的鬼！我杀了你，顾彤！够了，顾曼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一直把你当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，你现在已经彻彻底底的变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张北，你相信我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真的不是。陆先生，有些事情我觉得你还是知道的清楚一些比较好。我真的不应该信你。上次订婚宴是你，这次婚礼现场也是你，你真的是为了顾从以不择手段。我对顾从的感情你是无法想象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会跟顾曼结婚，我会帮他封锁消息，让他继续做大。张北，真是伉俪情深啊！你不会懂，在顾曼还是小女孩的时候，我就发誓要保护她一辈子。顾曼，你为什么要偷走我的玉佩？你的玉佩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当年你发誓守护的小女孩不是顾曼，而是顾彤，你说什么？张北，你别跟他胡说，这玉佩可是你小时候送给我的，你忘了吗？这是我和我姐的合照，上面那个戴着玉佩的小女孩就是我。张北，你别听他胡说。顾彤母亲去世后，父亲便娶了多年的情人沈黎，顾彤也因此离开了学校。后来顾曼偷走了顾彤的玉佩，冒充她与你联姻，但是她又与林志断丝连，发现怀孕后，便诬告顾彤，宣称是顾彤故意派人强奸她等，利用林志对自己的爱，即使含冤入狱，未曾告发。张北，你不要相信他说的，他说的都是假的。顾曼小姐，林志先生就7年前请假向我们交代了一个星期，现在我们要带您和沈梅小姐。张北，张北，你救救我！张北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夏雪，
顾通，你最喜欢的糖果是芒果糖，喜欢夏天，讨厌冬天，最喜欢在下小雨的时候淋雨，喜欢所有毛茸茸的东西。最好的朋友是小熊先生，害怕打雷，害怕蛇，害怕所有尖锐的东西。是你对不对，顾童？是你，原来是你。小北哥哥，是你吗？顾童，对不起，是我不珍惜你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被表面的东西所蒙蔽，却忘了最真实的内心。我一直以为凭着玉佩就能找到你，却不知道真正的你是要用内心去感受的。顾童，我已经失去你一次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顾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好，我叫陆战北。陆战北，你就是个傻子！对，我是世界上最傻的傻子。陆战北，你就是个笨蛋！对，我就是这世界上最笨的笨蛋。你好，我叫顾童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肉麻死了！不是都要求婚吗？赶紧开始吧，我来主持。司仪，上 BGM。好嘞。陆先生，你愿意以后谨遵结婚誓言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或者健康，美貌或者失色，顺利或者失意，你都愿意爱他、安慰他、尊敬他，并愿意在你的一生中对他永终不变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顾小姐，你愿意嫁给他做你的新郎，与他在神圣的婚姻中共同生活，无论疾病或者健康，美貌或者失色，你都愿意爱他、安慰他、尊敬他、保护他，并愿意在你们的一生中对他永终不变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新郎还等什么呀？